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没有。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能先回来吗？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当着面坐下来好好聊聊。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确实应该千刀万剐。小冉，我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佩然，我们都面对现实，好吗？我错了，真的，我知道错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先回来。你也请个律师吧，我们约个时间，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了。非要闹成这样吗？都这么大人了，懂点事儿。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谈开呀，是吧？不知道佩然跟没跟您说，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他了，您也可以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马上签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走法律程序。怎么就离婚了呢？这至于吗？这两口子这磕磕绊绊的很正常。再说了，你这岁数离婚了，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不管以后我还能找什么样的，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们家佩然她错了，她让你受委屈了，是她不对。再怎么着，那你说这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你说我一女人，我自己单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过日子，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你说你离了，将来这个洋洋嫁人了，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怎么过呀？妈，这都是为你好。这是您认为的婚姻吧？在我这儿不行，我忍不了。哎呦，我说陈冉啊，你怎么油盐不进呀？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有什么忍不了的呀？那再说了，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儿呢，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我已经决定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这么难看，好不好？对啊，阿姨，咱们就别在这说这个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别在这儿讨论。我们家事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都体面一点吧。体面？你这么大岁数女人离婚，你体面？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体面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来做主，行吗？可以吗？陈冉，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洋洋必须跟我回家，他姓简不姓陈，知道吗？奶奶，小九，洋洋，走，跟奶奶回家啊！妈，哎，洋洋，哎，跟妈妈回家，来，跟妈妈回家，跟奶奶回家，洋洋，洋洋，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别在学校门口闹了。你躲开！洋洋，跟奶奶回家。没事。陈冉，你把洋洋给我，你把洋洋给我，你别把我逼急了，你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妈，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说什么呀说？你们老陈家，入狱的入狱，受贿的受贿。抢骨灰的抢骨灰啊！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啊！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阿姨，你们老回家吧，陈家行吗？造这些孽，你们不知道吗？好了，阿姨，好了，回家吧，别在这儿说了，行吗？爸是谁呀？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动手啊！哎你陈哥家干什么？你妈，快走开！洋洋，我们走。走，妈，走走，这边人怎么走？妈。这点儿啊，
怎么不还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所以我觉得你也是我的家人。谢谢你啊，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现在洋洋怎么办啊？说实话，我是最能跟他感同身受的了。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好的分开，或许要比畸形的在一起要强很多。我会跟他好好谈的。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清者自清。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审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播放视频。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没有。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清者自清。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审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播放视频。这间房，从我儿子走之后，我都没有勇气敢进来。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啊，就怕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把联创给打赢？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
从他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喂，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了你才能活。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你离过几次婚？1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曹慧的事说出来，对吧？因为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法方会保护好洋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有时候有。就是说偶尔有。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可以继续。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是。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
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被告律师可以继续。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我可以说两句吗？你请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洋洋，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哪些缺点？很多很多。好，那你跟妈妈说说。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我喊句妈，她回句哎。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兵戎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
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述完毕。简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全体起立。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闭听。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在家等我。走吧。走吧。舅舅，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吗？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不用。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我还得上课呢。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
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唉，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放什么心？因为我知道一夜长大的不容易啊。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不吃。要了咖啡，谢谢。要了温水，谢谢。行了。一回来就来烦你了啊？不烦我烦谁啊？清安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嘛。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很开心。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是吗？嗯，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得顺利吗？不太顺利。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程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嗯，对我很排斥，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程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宋修和孙哲伟。哦，男友大结合。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你变了很多。怎么说啊？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结果好就一切都 OK 哦。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那是好是坏啊？近朱者赤。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谢谢。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我敬你一大锅啊。今天的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洋洋也判给了我。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谁让我们两个是soul mate？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报告许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为什么呀？怀孕了。
谢佩然呢？他什么打算？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它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充满了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无所不能。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想的比我还远呢。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点周边产品吧，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早呢，大小姐。而且洋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应该可以接着用。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才不要面子的呀。来，给爸爸听一听啊，给爸爸听一听。还早呢。哎，他踢我啦！真的？咦，又踢我了！踢什么踢啊？还早呢。双胞胎。好吧，买2个床，有点费钱。早。早。早。我昨天找到的，曾经出现在联名状告信里。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联创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逐个突破。目前青木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诸位什么意见？李主任，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联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联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程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我同意2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联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2位随时招呼。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青木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主任，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您应该先告诉我呀。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事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
哎呀，老陈这个人呐，真是用心良苦。小然，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啊。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我有责任。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她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100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明白主任的意思。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近期做个体检。好。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被连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联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什么。再说啊，哎哥，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我都给你说了，这是你的问题。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等会儿再说，等会儿。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再说吧，啊，再说。随时。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这你怎么就？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着钱是以后买棺材的。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阿姨您放心。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我们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走吧。姐，你慢点啊。确定是这儿吗？确定。李东凯每周3下午4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担心我什么？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你好。您好，李先生，我是明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干嘛呀？赔钱来了？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太会找您签署谅解书，用来给罗仁年减刑。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给我，起开！给我！我还忙着送货呢。李先生，这些货我给您包了，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行吗？半个小时。李先生，关于联创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罗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才禄还有弘丽，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您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诉罗仁年，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呐！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李先生，要不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全部搬完了啊，全搬完了。哎呦，我还有半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哎，坐，你们继续聊接下来的计划。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这儿。哎，你说你这孩子，您让他搬吧。吃饭吧，都有点凉了哈。没事。哎，你说说吧。您先吃饭。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刘芳，你们组联创的案子怎么样了？
唉，我已经瘦了2斤了。我说呢，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得超过2小时。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都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万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真的假的？真的。但是你们这个案子它也不赚钱呀。2位姐姐呀，咋了？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嗯。不过我参与其中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你这使命感都出来了。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有成效吗？结果怎么样？当然了，不然真在这溜腿呢。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这不很好吗？势在必得了呗。不能飘啊！其实现在呢，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才禄跟弘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还有宋修呢？宋修道哥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弘丽。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我懂。哎，算了。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香港？我帮你分担几个。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比如这个张子珍。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请问您是？啊，我是李东凯。啊，这边请，我带您过去。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成泰律所和联创集团达成了和解。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成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啊，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成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是啊，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对吧？我们要拿到钱的呀。你们说吧，你们开个什么条件给我？各位，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对啊，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我们是要拿钱的，太多了，现在就拿钱。对呀。各位，我说两句。刚刚2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弘烈，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呢？这不是纸上谈兵吗？
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我们家投入那么多，1分钱都没拿回来。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对，是要打。侯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程泰签署合约了呢。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就是想让程泰先把证据提交完，放松戒备，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掌握主动权。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李东凯也找过我了，也跟我说了，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侯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耀庆察觉，也是担心红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他该怎么向黄耀庆交代？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洪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程泰的和解人数持平。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加油！加油！两位姐姐都好棒啊！说实话，之前我想快点结束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不想看见程泰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把这种欲加之罪扣在爸爸头上。但现在，看到两位姐姐这么尽心尽力地带领大家，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在是要保护我的家人了，我要为所有的受害者讨回公道。那是你之前没认识我，我呢对待每个委托人都跟自己的家人一样。但我说的是两位姐姐。你有没有情商啊？我也很优秀的。别贫了，干活。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贺当律师，我过来帮忙的，我是自发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开干吧！好，快，兄弟们，这个镯正好我还没粘。真辛苦了，谢谢。这文件都放在那个里，往这里放。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下班吧。下班。
可以了吧？还好。辛苦你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跟我们这个案子。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肯定能。我们也期待有个好的结果。希望如此吧。律师们，拜托了，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力。宋律师，谢谢。别客气，陈律师。宋律师，我真心向你道歉。这都我应该做的啊，宋律师，看来我还得多跟你学习。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非常有信心，一起加油！加油！这场官司是改变了我和许杰命运的一场风雨。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2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2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2字，历久弥坚。The